在今天的中国，一个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艺人，一个正当红的公众人物，他的生命突然被掐断，其引发的震荡和后续处理的逻辑，竟然还不如一个连锁餐厅拙劣的公关危机来得真实。西贝餐厅炮制了一篇漏洞百出、矫揉造作的宣传文，说有个7岁的孩子哭着喊着非要吃西贝，甚至把这上升到与西贝同生死的高度，结果被全网群嘲，秒速删除。你看，一篇假文章会引发真实的情绪反弹，会带来真实的商业后果。但是，一个真实的生命逝去，牵扯出盘根错节的权贵网络和上亿的封口费疑云，最终却被导向一个虚假的官方指定的真相，并要求所有人接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模式，一个真实，一个虚假，恰恰撕开了当代中国社会运行的最核心秘密，一种仪式的强制。什么叫仪式的强制？就是真相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你信不信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参与到这个由权力所规定好的仪式当中来。你必须假装鼓掌，假装悲伤，假装愤怒，但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假装沉默。福建舰那场漏洞百出的首航秀，网络上对千万级网红的定点清除，以及围绕着于朦胧之死那场令人不寒而栗的舆论绞杀战，他们都不是孤立事件，他们是这套仪式的强制在不同层面上的展现。先从那艘航福舰舰说起，它号称亚洲第一电磁弹射，对标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按照中共的说法，这应该是国之重器，是习近平时代最拿得出手的政绩工程之一。临近4中全会，急需这样一剂强心针来巩固权威，这逻辑没问题。于是，一个展示其核心战斗力的视频被高调放出。但问题就出在这个视频本身，因为很快就有新人发现，这根本就是一部拼接而成的科幻片。解说员站在甲板上，背景是典型的南海风光，天蓝海碧。可一到关键的歼35弹射画面，整个色调就变了，海水变得浑浊灰暗，天空也一片灰蒙，这是典型的北方渤海或黄海冬春季节的景象。更滑稽的细节是，在南海场景里，甲板人员穿的是单薄的长袖，而在那些灰蒙蒙的弹射镜头里，所有人都穿着臃肿的带内胆的防寒服。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拿了大半年前在北方秘密测试时的旧素材，和现在南海的场景剪辑在了一起。这就引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既然你大半年前在北方就能弹射，为什么现在船都开到南海了，风和日丽，全球瞩目，你却不敢再大大方方地弹一次，来个现场直播呢？这里面的原因恰恰暴露了这件皇帝的新衣背后所有的不堪。第一，他们不敢。电磁弹射技术复杂，原型机又极其宝贵，在北方秘密测试失败了可以掩盖，但现在全世界的媒体和军事卫星都盯着，万一飞机掉进海里，这个政治责任谁来承担？这不是技术问题，这是政治担当问题，在现在的环境下，没人敢担这个责。第二，他们没货。一艘航母的战斗力看的是持续出动能力，是攻击波次的形成。这次弹射的是仅有的几架原型机之一，而且是空载起飞。你让他们挂满导弹和燃料再试试，让他们连续弹射10几架次试试，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舰载机飞行员，更没有足够的合格飞机，当场就得暴露家底空虚的现实。第三，是硬件的先天不足。福建舰是常规动力航母，不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是恐怖的电老虎，每一次弹射都需要巨大的瞬时能量。在真实作战环境下搞连续高强度弹射，它的动力系统很可能会过载趴窝。这不是愿不愿意秀的问题，这是物理定律决定的。那么，一个如此粗制滥造、充满了穿帮镜头的拼接视频，为什么会被堂而皇之地放出来，献给最高层，作为一份政绩呢？这才是整个事件中最阴险，也最能体现中国政治生态微妙之处的地方。这背后是一种更高明的权斗艺术，一种软刀子杀人的阳谋。习近平本人急需这份政绩，他下了死命令，而下面的人，尤其是那些对他心存不满的元老势力或技术官僚，采取了一种你想要我就给你的策略，但他们给的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东西。这个视频外行看热闹觉得很厉害，但真正懂行的，尤其是党内军内的高层，一看就全明白了。一个需要靠半年前就素材来充数的最新成果，一个连南北季节都搞混的巨大破绽，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不会认为这是习近平的伟大胜利，
反而会认为这恰恰证明了习近平为了个人脸面，已经到了需要靠造假来充门面的地步，只能靠这种方式来糊弄。它变成了一个忠诚测试的仪式。所有人都看着这部假视频，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假的，但所有人都必须在公开场合赞美它。这就是仪式的强制。如果说福建舰的拼接秀是一场针对高层在权力圈内上演的默剧式仪式，那么近期对一系列头部网红的清洗，则是一场将这种仪式推向全社会的公开展演，一场杀鸡儆猴的规训仪式。中央网信办发起了一场所谓的清朗运动，理由是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在这次运动中，几个千万级粉丝的大 V 应声倒下，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张雪峰的言论无论左右都具有极强的煽动性。他高喊打台湾是在僭越官方，抢夺议题设置权，他没有资格领导这个话题。而他反复强调家庭出身决定专业选择，则是在不断提醒年轻人一个残酷的现实：阶级已经固化，所谓公平的高考，其起点早已千差万别。这直接戳破了共同富裕的仪式性谎言。蓝战飞更直接，他宣扬的躺平和个人自由是对奋斗叙事的公然反叛。当国家机器需要源源不断的人矿去结婚、生子、买房、还贷来维持运转时，他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非暴力的不合作，是对整个社会契约的消解。更别提他揭露女主播行业的黑幕，直接捅破了那个光鲜亮丽的直播经济背后的肮脏。而护城风，他的问题更深一层，他不仅仅是划分了消费者，更重要的是他把这种划分思维化、价值化了。当他说大部分使用安卓系统的国产产品是低端，并将使用者归为安卓思维时，他实际上在暗示一种价值判断。这种判断会让那些被洗脑教育和官方宣传塑造了思维方式的人开始被动的反思，为什么我是低端的？这种反思，哪怕是无意识的，对于一个需要民众停止思考、只需服从的国家来说，都是极其危险的。有人说，傻子是中共的优质资产，你给傻子启蒙，等于盗窃国家资产。这话虽然糙，但理不糙。我们仔细分析他们被封禁的所谓罪名，就会发现其标准极其模糊，且充满了矛盾。张雪峰的爱国言论和国防部发言人大家期待的那天不会远了的军事威胁言论，本质上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一个是爱国，另一个就成了需要打击的极端言论？蓝战飞宣扬不婚主义，为什么就成了需要整治的负面情绪？护城风用消费品给人群贴标签，难道不也是一种常见的市场营销和社群文化现象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具体说了什么，而在于他们破坏了官方指定的仪式。这个仪式就是全社会必须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团结一致、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精神面貌。所有可能引发焦虑、对立或者让人对现有秩序产生怀疑的声音都必须被消灭。所以这场大屠杀式的封禁，其本质是一场认知维稳。它建立在一个非常脆弱的基础上，那就是当局已经无力通过正面的说服来引导舆论，只能依靠恐惧来划定边界。而且这个边界是不透明的，中共从来不会告诉你具体的规则是什么，因为规则是随时变动的。他们就是要营造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氛围，让你不知道红线在哪里，从而最大限度的自我审查，让普通民众用他们所能想到的最谨慎、最保守的方式去做事，因为任何一次微小的越界都可能导致万劫不复，而且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这种依靠恐惧的治理方式就是最典型的独裁特征。这场清朗运动就是一场要求全民参与假装幸福、假装满足的规训仪式。所以我总觉得中共的疫情封城就是在提前进行预演。然而所有仪式一旦脱离了现实，就会变得极其滑稽和不堪一击。而西贝餐厅那个与西贝同生死的公关故事就是明证。文章里写，7岁的孩子哭着闹着要去西贝，姥爷说如果连西贝都不信任了，还能信任谁呢？还有大哥进店不吃饭，先处置1000块支持。这种故事放在10年前，也许还有人会相信。但在今天，中国绝大多数普通人都在为生计奔波，在消费降级的浪潮中挣扎时，这种虚假的、矫情的品牌忠诚故事只会让人感到恶心。因为它试图构建一个感人的、充满温情的消费仪式，但它完全忽略了民众的真实生活体验。
同样翻车的，还有官方媒体宣传电网工人穿着破鞋跋山涉水的卖惨故事。他们以为这能激起民众对为人民服务的感激之情，结果评论区彻底翻车。人们质问，这是正式工还是派遣工？正式工的福利待遇敢不敢公布一下？你要是嫌苦，有的是人愿意去干，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民众的苦难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时，任何脱离他们真实生活体验的官方叙事都无法再博取同情，只会激发更大的怨气和嘲讽。大家的日子已经难到了极点，你却还在表演廉价的辛苦，这种仪式已经没人愿意配合了。而当我们把镜头拉向那些被强行压制下去的负面情绪的真正源头时，就会发现一个千疮百孔的现实世界。那些网友们分享的医疗及采药受害者的亲身经历是多么的触目惊心。打开包装就发现带着2个针头的注射器，使用中断裂的针头，吃了毫无效果，甚至导致病情恶化的急采降压药、降血脂药。当10根价值2块钱的注射器里有5根是残次品无法使用时，其实际成本就变成了4块钱。更不用说那些因设备或药品质量问题导致急救进 ICU 所产生的巨额费用，以及对病人身体造成的永久性伤害。当廉价是以牺牲生命安全为代价时，这种所谓的成本控制实际上变成了一种谋杀。如果说上述的这些仪式还停留在经济、舆论和政治表演的层面，那么于朦胧的案子则将这场仪式的强制推向了血腥的顶点。这是一个用生命为代价来测试权力边界，并要求全社会配合演出的终极仪式。一个年轻的艺人在中国的京城坠亡，围绕着他的死，各种信息和爆料不断涌出，17人的酒局，录音中凄厉的哭喊，医院监控的诡异细节，小区邻居被巨额封口费收买，甚至有爆料称整个小区的封口费高达上亿元。涉案人员名单中有富商，有背景深厚的小太妹，矛头甚至通过错综复杂的关系网隐隐指向了中共最高层的核心圈子，包括主管意识形态的常委蔡奇，乃至第一夫人彭丽媛。我在这里不是要去断定这些爆料的真伪，真正值得观察的是权力在应对这场危机时的反应模式。它完美地展现了一场真相扼杀仪式的全过程。第一步，模糊事实。用7月份就已注销的工作室账号发出第一份声明，承认死亡，但强调排除刑事嫌疑，试图一锤定音。第二步，情感绑架。以于朦胧母亲的名义发表声明，呼吁大家停止质疑，试图利用亲情伦理来平息舆论。第三步，暴力压制。当网络质疑声浪不降反升时，朝阳公安分局发布了一份极其可疑的警情通报。这份通报的落款是朝阳公安分局，而非规范的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他声称抓捕了3名造谣者，但这3人的处罚决定在官方网站上根本查不到。更诡异的是，有网民发现涉案人之一的田海荣竟然在警方公开发布之前就已经拿到了没有官方水印的通报图片。第四步，集体反扑。在警方定调之后，所有涉案人员，包括之前一位删帖的宋伊人等人，同时开始反击，发律师函、报警，甚至对持续发生的网民发出不想家破人亡就删帖的死亡威胁。第五步，也是最恶毒的一步，人格谋杀。当所有手段都无法压制真相的发酵时，内部消息泄露，当局准备对于朦胧本人进行抹黑，给他安上一个猥亵儿童、畏罪自杀的罪名。这一个完整的链条，他根本不是在寻求真相，而是在构建一个替代真相的官方剧本。他在用尽一切手段来强制所有人都接受这个剧本。谁不接受，谁就是造谣者，谁就会被强制措施、被威胁，甚至被社会性死亡。而那位逝去的受害者则要被2次谋杀，被泼上最肮脏的污水，让他死不瞑目。这就是最恐怖的仪式的强制。他要求你不仅要接受一个谎言，还要对这个谎言表示信服，甚至要帮助他去攻击那些试图揭穿谎言的人。整个国家都在被胁迫着参与这场对真相的公开凌辱。而这场大戏的导演，传闻指向了蔡奇。有消息称，他亲自口头下达密令，要求不允许任何人在任何场合下讨论此事，谁违规就查谁。为什么反应如此激烈？除了传闻中可能涉及其私生子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于朦胧的死以及其引发的舆论狂潮，直接冲击了他作为意识形态大总管的维稳职责，尤其是在4中全会前的敏感时期。
更深层的逻辑是，这场舆论战已经演变成了一场高层的权力斗争。分析认为，这是曾庆红和胡锦涛等元老派势力对习家军发起的一场总攻。他们精心选择时机，将早已掌握的黑材料通过海外舆论场引爆，再倒灌回墙内。他们打出的是一套组合拳，福建舰的拼接秀是射向习近平政绩面子的一枚炮弹，而于朦胧案则被设计成一把双刃剑。一条线索通过所谓的私生子传闻直接烧向蔡奇的私德，另一条更隐秘的线索通过彭丽媛的山东老乡以被捕的政协高官边祥会串联起山东和浙江的官场，再通过一个叫葛慧君的浙江官员主办的电影节与于朦胧案的关键人物方丽和严晓明联系起来，最终将火烧向了彭丽媛的后院。现在把所有线索都串联起来，一幅完整的画面就浮现了。这个国家正在被两种力量撕裂，自上而下是一种强制性的、越来越脱离现实的仪式。从官方到民间，所有人都被要求参与到一场宏大的、假装一切都好的政治表演中。无论是庆祝一艘无法实战的航母，还是对网红的晋升，或是为一个生命的非正常死亡保持沉默，其本质都是一样的。而自下而上，则是一种日益增长的、压抑的真实。是经济下行带来的普遍焦虑，是社会不公引发的无声怨恨，是官方叙事与个人体验严重脱节造成的普遍性犬儒主义。西贝的公关和电网的宣传之所以翻车，就是因为他们一头撞上了这堵由无数人真实苦难所砌成的墙。这种状态让我想起了苏联解体的最后10年，勃列日涅夫时代。当时的苏联被称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上已经无限接近共产主义天堂，但实际上整个社会陷入了深刻的停滞和僵化。人人都知道官方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但人人都必须参加5·1节游行，必须在各种会议上念诵着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口号。社会学家将这种状态称为集体性的虚伪或社会性精神分裂。这是一种极其耗费能量的状态，它消磨了所有人的精神和创造力。今天的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具有同样特征，但表现形式更为极端的时期。它不是停滞，而是在加速倒退的同时，强制所有人表演加速前进的仪式。它的控制手段由于科技的发展，也比当年的苏联更为精细和残酷。而一个稳中向好的政权需要耗费如此巨大的能量去维持一个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谎言时，他其实已经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剩下的只是这个巨大的空洞在最终坍缩之前还会吞噬掉多少无辜的生命而已。